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句话或者一句座右铭影响了你的人生呢？对我来说，有4个字让我看透了人世间的秘密。这4个字叫做心想事成。很多人对心想事成的认识，好像就是一句祝福语，就是新年的时候拜年用的。可是对我而言，这4个字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或者说是一个提醒，让我从大学的时候一无所有，到现在一无所缺。而这4个字是我从一本书里面领悟出来的，就是张德芬老师的《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毫不夸张的讲，改变了我从出生以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让我知道了当初的我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内心世界的不同。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2个世界里，一个是睁开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这个物质的世界，简称外部世界。我们都以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投影，而真正的决定你我生活，决定我们到底是一个穷人还是富人，是幸福的人还是悲伤的人，其实取决于我们内心的世界，也就是闭上眼睛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世界。而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内心。当你内心认为你是一个穷人的时候，你的思想就是穷人的思想。你会认为这个世界的奢侈品都与你无关，你不敢奢望能买得起它，你永远都不会想办法去买到它，所以你一辈子都只能是个穷人。这也是我对心想事成的理解。只要你内心敢想，能够完全的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富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富人。古人说的话是有原因的，只是后来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祝福语罢了。这是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从《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领悟出来的道理，所以在我的藏经阁读书会里面，我才会把这本书作为我的第一本书去讲解。因为就算讲再多的方法，但如果我们骨子里还是流着穷人的血，那我们也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真的是这样的。虽然我的收入现在也比大部分的人高，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我投资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我的父母依然是流着穷人的血，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太真实，他们依然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他们看不惯我大手笔的花钱，但现实却是我越花钱越有钱，而他们越存钱就越穷。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钱只要花出去了才是你自己的。后来他们也看了我的影片，也开始理解我为什么能够赚到钱，可是他们就是改不了穷人的习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所谓内心的力量。而其实《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讲的就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心想事成。我们藏经阁读书会里面很多相对优秀和努力学习的兄弟姐妹们也跟我一样，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潜意识，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从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先以另外一本书罗伯特清崎的 Fake 当中的故事，让大家先明白什么是潜意识，然后我会将遇见未知的自己里面我的一些领悟免费并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希望让每个人都至少有机会把穷人的血给换掉。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我也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当然，我的藏经阁读书会里面有对这本书更详细的细节拆解。这1年内，我会跟一些专业的主播，每周2天15分钟的时间，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说100本精心挑选的好书。这些都是学校不会教你的知识，你自己去看书的话也不一定会看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我的读书会的话，也可以用微信扫描荧幕的2维码，或者待会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加入。从现在起到3月24号，如果加入读书会的话，我还会送给大家一份价值$29的无线蓝牙耳机，作为大家对我支持的反馈。和为了维持团队的成本，读书会也将会随着书籍的更新不断的涨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握机会，用现在最优惠的价格加入吧。好了，在说《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之前，其实《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也在他另一本书 Fake 里面提到了相同的概念，就是关于我们内心的力量、潜意识的力量。大家可能不知道， Robert 就曾经出现过一次意识脱离。在 Robert 还是很年轻去当兵的时候，在一次飞行驾驶的任务中，他突然就进入了生命的另一个次元。当时他坐在机舱里，驾驶着一架引擎失效的直升机。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很绝望、很害怕。可在他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的灵魂突然和他的身体分离了。有些灵修的人把这叫做成为旁观者。他当下仿佛从另一个次元，在旁边看着自己和他的队友，他感觉自己摆脱了时间，但他
不觉得害怕，反而感到平静、怜悯和慈爱。他后来形容在那个刹那，他只专注在当下，超脱了时间的平静。然后就在直升机即将撞击水面的时候，他才终于把机头往上带，险些丧命。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当下的 Robert 不是用脑袋去想问题的，而是用心去想，用他的潜意识去想，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让他活了下来。这是心灵的力量。大家可能会感觉有点悬，没听懂。其实后面有一个故事，说完了以后大家就会懂了。这个故事告诉了大家用脑袋去思考和用心去思考的区别。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堕落凡间的小天使。当时的上帝需要几个志愿者到地球去创造天堂，而上帝认为这个任务极为艰巨和困难。很多小天使觉得不解，这有什么难的？其中一个小天使就去问上帝，上帝就说，因为我给了每个人一个脑袋。小天使问，那有什么不对吗？上帝说，因为人类有了脑袋之后，脑袋就会掌控一切，让你忘记了天堂。当你有了脑袋之后，你的父母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育你，让你的脑袋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思想。接着你又会去上学，然后你的老师又会告诉你的脑袋什么是聪明的人，什么是愚蠢的人。小天使就说，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超越自己的脑袋，记起自己是天使的身份，然后努力的在地球打造天堂吗？然后上帝回答说，是的。小天使又问，那如果记不起来怎么办？上帝回答说，你将会不断的死亡、出生，一直轮回，直到你想清楚自己是个天使为止。听到这里，如果大家是信佛的，就会感受到这跟佛家所说的六道轮回不就是同一个意思吗？很多人误解六道轮回是要下地狱，其实不然。六道轮回指的是在尘世中不断的修行，直到开悟觉醒，成为佛陀，成为菩萨，成为佛祖为止。这些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告诉我，我可以专门做一期影片说一下，对大家致富非常有用。因为很多成功的富人都是佛家的信众，是有原因的。回到这个故事，上帝说，当你到了地球以后，其他的人类会教你祈祷，这是我们对话的一个方法。当祈祷的时候，只有你们在说话，我却不会。那个小天使又问，那你如何跟我们说话呢？上帝又回答说，我以灵境和你们说话，你们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但当你们的脑袋沉静下来，整个人处于灵境状态的时候，就会知道我在你们的身边。当你们和周围的事物融合为一体的时候，就会与我同在。故事就讲完了，大家领悟到什么吗？其实这种灵境下来的状态和意识分离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透过一种活动做到，就是所谓的冥想，或者禅学所说的打坐。冥想和打坐其实是训练我们在关上脑袋，进入灵境的状态。这时候有的人就会很疑惑，这有用吗？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你的脑袋去思考的，而你思考的根据是你接触过的事物、人物和其他科学的理论。以上的这些都是这个世界透过你的眼睛告诉你的信息。你一直相信眼见为实，但其实你的眼是无法看穿一件事物的本质的。比如要分出一个人是好是坏，你要用眼还是用心去感受呢？你可能看见那个男生外表英俊，相貌堂堂，斯文大方，仪表人才，而后来你经过跟他的相处，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但你的内心就会感受到他带有邪气，最后也发现了他是一个禽兽，是一个渣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女生被渣男所伤的原因，因为他们是通过眼睛然后用脑袋去思考问题的，而不是用心去思考问题。当时的 Robert 能不用透过冥想而达到这种意识分离的状态，其实是因为他们是用内心去思考问题的。他们的求生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们。他们即便在交战的状态，但他们也都尽力的在地球上打造天堂，因为战争与和平只是一枚硬币不同的两面罢了。所以我很肯定的是， Robert 也是一个开悟觉醒的人。这个世界成功的人都是开悟觉醒的人。他说了这么多，到底冥想和打坐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再听我为大家徐徐道来。其实无论是苹果公司的 Steve Jobs、Tesla 的马斯克，还是篮球之神乔丹，他们都有冥想的习惯。尤其是苹果教父 Steve Jobs， 他的办公室有他自己专属的冥想空间。每次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他都必须把自己关起来冥想，然后再做决策。这个大家真的要仔细听。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牛，能创造这么多的奇迹？他们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其实都是从心来的。所谓的灵感，其实是你的潜意识所创造的。如果你们相信我上述
述的故事。在你冥想的时候，当你内心平静的时候，上帝就会与你同在，你就会瞬间获得启发，这就是所谓的灵感，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在你冥想的时候，你其实是和你的潜意识在对话。而最近我常进的读书会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有一个家人还分享了一个方法，让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就是他会把梦里面的情境记下来，然后还写下一段观点，有情绪的时候会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是由什么引起的，就这么一连串想下来，也就冷静了。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好，更容易让每个人都能做到与自己潜意识的对话，所以我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而其实我们精英群里面很多兄弟姐妹们有很多思维和赚钱的经验，都让我有了很大的启发，这也是我们读书会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因为群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成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者为前提的，我也在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换赚钱和做生意的情报，互相的提供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富人圈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跟你志同道合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认识，在华山论剑，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如果大家真的想提升自己，真的可以把握我们现在优惠的机会，加入我的读书会。好了，我知道大家对这种内心的力量还是半信半疑，觉得很抽象。其实不止 Robert 还有成功的伟人提到这个概念，很多著名的作家，包括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秘密》，里面的吸引力法则其实也是在说这种内心的力量，也就是潜意识。而张德芬老师的《遇见未知的自己》更把这写得明明白白。什么叫做潜意识？你知道吗？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就是内在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这物质的世界，也就是外在的世界，我们用五官和肉体感受到的世界。很多的宗教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外部的世界都是假象，都是虚幻的，都是红尘。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背后的模式是什么？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外在的世界其实也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只是我们内心折射出来的结果。简单来说，就跟你去照镜子一样，镜子里面的人只是你折射出来的结果，而我们的外在世界就是我们内心折射出来的结果。所以真正决定你我生活，决定我们到底是一个穷人还是富人，是幸福的人还是一个悲伤的人，其实取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就是我们闭上眼睛心里面所感受到的世界。那到底什么是内心的意识？是不是类似于我们考试的时候心里面想答案呢？不，很多人都搞错了，这是你脑袋去想的，不是你内心去想的。其实所谓的潜意识就是你潜移默化的意识，是你不知不觉已经根深蒂固的意识，是你平时察觉不到的意识。而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找到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意识。我举个例子，《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很强调的一点，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的不同。你今天认为你是一个穷人，你看见一个 LV 的包包就会说我负担不起，而如果富爸爸看见这个包包，他就会说我怎样才能负担得起。那到底是什么让富人与穷人有着天差地别的思想呢？其实就是因为潜意识。大部分的人内心的世界，从出生的那一天，他们的父母就会教育他们，不停地给他们洗脑，让他们的儿女跟他们成为同类人，也就是穷人。从小我们的父母就要教我们合群，把我们送到幼儿园，让我们和其他的小朋友接受学校的教育，而慢慢的我们就会培养成一样的人了，也就是员工。所以大部分的人内心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如果你感受到你是匮乏的，你感受到这个世界充满着贫穷和疾病，那当你睁开眼睛以后，你就会创造或者说你吸引了一个无比贫穷、无比黑暗、充满疾病的世界。但是相反，那些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小孩，他们父母给他们请私人老师，单独的去给他们上课，而这些老师也是秉着想要把这些小孩培养成富人的心态去教导他们的，要把他们培养成企业家、投资家，而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员工。所以这些富人的小孩，他们内在是丰盛的，是富足的，那么同样他们也可以创造一个无比丰盛和富足的世界。3%的人之所以能够掌握70%的财富，因为他们的内在是丰盛的，是富足的。所以电视剧都是骗人的，没有那么多吊儿郎当的富二代，富人只会越来越富，而穷人只会越来越穷，就是因为内心力量的差距。如果你研究佛法，道理是一样的，万物由心造，古语也有云，相由心生。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面相的原因，因为你的面相
也是你内心的投影。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会成功，只能是一个普通人，他们把责任归纳到被生意伙伴骗了，归纳到我们的父母没有给予我们好的环境。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根本是你的内心不够强大，是你的潜意识认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你的潜意识决定了你的意识，决定了你的行为模式，决定了你的情绪状态，到最后决定了你的水平。就好像很多人想要透过创业改变自己的人生，就算他们知道创业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可他们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创业的普通人。我跟很多这样的人聊过天，我发现他们潜意识的逻辑是这样的：创业是很困难的，风险很大的，创业能成功的人也只有 3%， 而自己没有什么优点，所以自己就不会是那 3%。 这样的逻辑导致了他们无法去行动，连试都没试过，然后就放弃了。其实谁说创业的风险很大很困难呢？我自己为大家实测了半年的时间，我良心的推荐大家可以考虑在 YouTube 上创业。首先，因为这个平台是有流量保证的，不用害怕没有人看。另外，这很适合每个想要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的兄弟姐妹，不需要太多的金钱成本就可以去创业了，而且失败的损失每个人都可以承担，我们不用担心亏钱或者减低成本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每赚的1块钱基本上都是纯利，我们很多时候只需要一部手机或电脑就可以开始我们的事业了。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足够努力，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失败的问题。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实测了半年，我坚持1周1更，相对是比较少的，而有一部影片被 YouTube 推荐了以后，我就试过3天增加了1万多个订阅。虽然我不依赖 YouTube 赚钱，但广告收入方面可能对很多兄弟姐妹们来说就很可观了。以我来说，当时广告收入平均日赚$300左右，有时候还会突然暴增。如果大家会去接副业或者售卖产品的话，赚的就是被动收入了。我也不隐瞒，如果你对这方面赚钱有兴趣，可以点进我右上角连接的影片。既然这么赚钱，那该怎么开始呢？我本人试过看相关的书籍，但暂时也没有发现有一本可以推荐给大家。而后来我认识了小船，也参加了他的 YouTube 课程。我的初心是希望节省时间，赶快的把流量搞起来，而这个课程也毫不夸张的讲，帮我解决了大部分实际操作的问题。小船在他的学员 Facebook 群组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很感恩我能遇见他，他帮助了我特别多，让我对 YouTube 一无所知，到现在一无所获，所以我必须要报恩，给大家推荐他的课程，真的特别好。我建议大家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小船的免费网络研讨会，大家先听一下就可以熟悉小船的教育风格。如果大家现在报名参加的话，还可以用到链接里我为大家争取了最优惠价格，可以节省不少钱了。好了，我说的这么直白，大家听懂了吗？如果不懂，我再举个例子。书里面有个老人，他跟这本书的主角举了个例子，有一匹马拉着马车往前走，这匹马认为是他决定了这匹马车该怎么走，但是马车上还坐着一个驾马的马夫，这个马夫认为是自己决定了这匹马车该怎么走。而这个时候老人就问主角，你知道真正决定这个车该怎么走的人是谁吗？其实不是那匹马，也不是那个马夫，而是坐在后面付钱的乘客，因为乘客今天付钱买单，他让你往东走，你不可能往西走。我当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大家如果看过这本书或者听过我读书会里面的讲解，就应该理解为什么我有这种情绪，因为我搞清楚自己是谁了。你想一想，你就是马车，你是被马还是马夫还是那个乘客所控制呢？我们人有3个我，一个叫做自我，一个叫做本我，一个叫做真我。那匹马就是自我，那个马夫就是本我，而那个乘客就是真我。换句话讲，自我就像一匹马，只管自己，不在乎别人。那些经常犯罪经常后悔的人，比如很多家庭暴力，打老婆打孩子，就是因为内心的自我在控制他们，让他们兽性大发。这种人只关注自己，不关注别人，他们活着很容易冲动，很容易犯错，也很容易后悔。这种人肯定不会成功，大家也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控制我们的自我。而第二叫做本我，就是那个马夫，就是更高层次的我们，从兽性到人性。那么什么是人性？
就是他做人和做事只关注别人，只想别人。今天很多人都没有活过，为什么说你没有活过呢？小时候为父母活，到学校以后为老师活，娶了一个老婆为老婆活，生了个孩子为孩子活，你从来就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因为他们被本我控制着。本我太强的人，他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无比的痛苦和纠结。而第三个就是真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活着其实想要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是车子还是房子呢？其实都不是。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一种感觉，不是快乐，而是喜悦。喜悦是我们的根本需求。快乐和喜悦有什么不一样？快乐，你是因为买了一个东西，外在刺激你，让你快乐了一下。但是当你买了一件东西以后，过几天你的快乐就会消失了。但是喜悦不一样，快乐是由外部世界刺激产生的，有时效性的，而喜悦是由内散发的，跟你有没有钱没有任何关系。那种喜悦跟外在的世界的所有一切一点关系都没有。能活出内心喜悦的人，那就是开悟觉醒的人。简单来说，这种人是充满正能量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不会被外在所有的一切影响，他们内心保持着喜悦，因为他们知道一个道理，外在的一切其实都不重要，我们内心的喜悦才是最重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倒霉，如果你会因为别人对你不好而愤怒，如果你因为失去一些东西而感到遗憾，你就没有达到开悟的状态，你就是一个凡人。所以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内心里面的真我。我们要学会打坐，就像佛祖在菩提树下打坐了749天，悟到了一句话叫做万物本一体，万物由心造的道理，他就觉醒了。所以心才是最重要的。记着，我们的潜意识不在脑袋里，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今天的人喜欢用脑，而我们古代的人喜欢用心，而内心才是连接我们真我，连接我们潜意识唯一的器官。你们知不知道精卵结合以后长出来的第一个器官是什么？就是心脏。人类只有一个器官永远不坏，就是心脏。什么是有生命？你会心跳了，你就是有生命了。心跳停止了，就是没有生命了。很多的植物人心还会跳，但是脑袋已经没有意识了，他还活着。所以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你内在的投射，就像镜子一样的反映你的内在。当外境有任何东西触动到你的时候，记得要往内看，看看自己哪个方向被触碰了，看看自己有哪些阴影还没有调整好，不要浪费能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东西上，从内在层面做一些调整，然后再集中精力去应付外在可以改变的部分。因为我们人所有受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不清楚自己是谁，而盲目的去攀附追求那些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快乐取决于外在的东西，那么一旦那个令你快乐的情境或者事物不存在了以后，你的快乐也随之的消失了。而喜悦不同，它是由内在绽放出来的，从你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所以一旦你拥有了它，外界是夺不走的。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正面的思想，那么好的人事物都会和他起共鸣，而且会被他吸引过来。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脑带着悲观愤世嫉俗的思想频率，那么难怪这个人常有倒霉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了。这就是所谓的臭味相投物以类聚的道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之前关于宇宙吸引力法则的影片去进一步的了解。学会掌控内心的力量真的很重要，因为这是决定了你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如果你想要提升自己，就可以成为我们读书会的一员，让知识去改变你的命运。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